当小舅得知表妹竟在我这个曾经家暴赌博的废物家中，第一时间赶到我的住处要把表妹带走，却震惊地发现，多年前的废物不仅住上了价值上亿的豪宅，家中更是聚集了一众顶级明星。我的天啊，那是龙哥。对啊，还有其他很多明星呢。我们中午就是和他们一起吃的饭。闺女，你竟然和这些大明星一起吃的午饭，那可真是太光宗耀祖了，传出去不知道多少人得羡慕死。走吧，带你进去认识认识他们。宋天瑞当即就跟着宋丽文进了别墅。这家的主人在哪？我们先过去打声招呼。厨房那边，你看还认不认识？此时叶枫和唐仲威正端着刚切好的水果往这边走来。难道叶枫和唐仲威就是这栋别墅的主人？不，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女儿被买通了，配合他们演戏，想在我面前充面子。想到这，宋天瑞立刻沉下脸来。你这不是胡来吗？就算他们俩在这别墅里出现，难道我还真傻乎乎的以为他们就是这里的主人？你爸是老了，但不是傻了。爸，就算我是配合他们演戏的，那这些明星呢？可不是一点小钱就能请到的吧？况且这里的明星还只是极少部分，还有更多的中午喝了酒，正在酒店里休息，包括你一直很欣赏的那位国际大导演黄田松。爸，你最好把心里那些猜测都暂时放下，客观一点。我觉得薇薇姐不是大姑说的那样，菲菲和小姑也知道的。是啊，我和妈都知道薇薇姐过得很好，也和大姑说过这些事，但她一直不信，觉得我们是从薇薇姐这里拿了好处，才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如果唐仲威真过得那么好，大姐干嘛不相信啊？小舅刚来吗？我都没注意。小舅，你好像瘦了呀。哎呀，一眨眼你都是孩子妈了，我又怎么可能没点变化？唐仲威有些羞涩地笑了声，然后拉着叶枫道：小舅，这是我老公叶枫，结婚的时候你见过一次，还记得吗？有点印象。小舅你好。宋天瑞略微迟疑了下，眼角余光瞥见那些明星朝这边走来，他才伸出手和叶枫握了握。这还是我印象中畏畏缩缩的穷鬼吗？这才几年功夫，一个人的变化居然能这么大。那些明星听说这是唐仲威的小舅，立刻热情地打起招呼来。既然是叶先生的亲戚，那也是我们的朋友。宋天瑞顿觉受宠若惊，半晌才回过神问道：你们是来荣城拍戏还是？不是拍戏，是专门来参加叶先生和叶太太婚礼的，而且不光是我们，还有很多人正在酒店休息呢。请你们来参加婚礼，得不少出场费吧？我们和叶先生是好朋友，不收钱的，纯粹是作为朋友来祝贺，还得上礼钱呢。宋天瑞听得更加愕然，不收钱还要上礼？除了那些明星的亲戚外，他就没听说过这种事发生。在这些明星的刻意拉拢下，宋天瑞很快就和他们熟悉起来。2个半小时后，宋月如打来了电话，还没接到文文吗？宋天瑞这才想起来，他是来接宋丽文回去的。可我才跟这些大明星约好了晚上一起喝酒啊，真就这么走了？这辈子堂子估计都得悔清了。那什么，我们有点事情，先不回去了。什么事啊？你这刚回荣城，应该没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忙啊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宋天瑞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难道要说我在你女婿家玩得不亦乐乎，实在不想走了吗？想了半天，宋天瑞只能心虚道：文文想买点东西，我带她去逛逛，等买好就回去。行，女孩子嘛，买东西是很正常的。那你们买好给我打电话，晚上我看看订哪家饭店。那什么，不用这么麻烦吧？你们吃你们的吧。啥意思？你们晚上不一起吃饭了？文文逛街不知道逛到几点呢？反正他逛不到天亮吧，我们等你爷俩就是了。宋月如的执着让宋天瑞无比头疼。小舅，到你的歌了。我怎么好像听到微微的声音了？你和他一块呢？啊，这个那什么，凑巧碰到了。姐，其实吧，我觉得微微和她丈夫都挺好的，你们要不然找个时间，静下心来坐一块谈谈。谈个屁！好啊，你刚刚说什么陪闺女逛街买东西，原来都是在撒谎。撒谎就算了，你竟然还为叶枫说好话。老三，你必须马上带文文回来，不然的话，别怪我不给你面子。宋月如的态度让宋天瑞头更疼了。大姐，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。能有什么误会？我跟他们在这边这么多年不了解哦，你回来一天就清楚了，赶紧给我回来。当着晚辈的面被宋月如这样威胁，宋天瑞面子上也下不来。我先跟他们俩谈谈。大姐，你也别生气，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。说个屁！你不回来是吧？那就别回来了。宋月如说罢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怎么了这是？宋天瑞竟然跑去找叶枫和微微了，还跟我撒谎是陪文文去买东西。这家伙真是好的不学，坏的一学一个准。而且他还说什么叶枫挺好的，让我坐下来跟他谈谈，真是脑子进水了。我觉得吧，也许他说的没什么错，都是一家人，是该坐下来好好谈谈，说不定你们会发现真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呢。你怎么也在帮叶枫说话？哦，你这话的意思是我错了，那我是不是该主动找他们道个歉，干脆磕头好了？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你是没这么说，但意思不就是这样吗？如果你觉得叶枫有错，那我需要跟他谈吗？既然要谈，那肯定就是我错了。你们要都觉得我错了，就直说，别拐弯抹角的。见他生气了，宋雨欣自己也郁闷得很，便不再说话。好了好了，人家也都是好意，一家人生什么气？既然老三想跟2个晚辈聊聊，就随他吧，毕竟他多年不回来，对这些事也不是很了解。另一边，宋天瑞也放下了心里的负担，反正已经得罪了，也不怕再得罪多一点。和这些大明星相处的机会却少之又少。半个小时后，爸，你觉得薇薇姐他们是真的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就是他们现在的生活啊，开豪车，住豪宅，还有大明星陪着玩。我还听说表姐夫在荣城的地位相当高，那个北区项目就是他负责的。
什么？北区这个项目可是非常牛的大项目，据说整体投资和利润都分别超过1000亿，这背后的负责人竟然是叶枫。至于你说的真假，我实在想不出假的可能性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但这一切如果是真的，姑姑家又是什么情况？这样的女婿，10个人都会觉得祖坟冒青烟吧？又怎么会讨厌到连面都不想见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这里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该咋处咋处，别想那么多。也对，人家的家务事我们也不方便多管。晚饭后，叶枫开车把谭菲菲送回了家里。菲菲这丫头给你们添麻烦了吧？没有，我们玩得挺开心的。你小舅呢？送回酒店了。本来说让他们在家里住的，但文文不愿意，说酒店住的比较自在。那是，酒店虽然不比自己家，但有人伺候着挺方便的。你们俩的婚礼是后天吧？请你爸妈去了吗？请了，但他们不一定来。他们会去的，只是到时候可能会让你们有点不舒服，自己心里有点数，知道吗？唐仲威点了点头，就和叶枫开车回去了。妈，你说我姨如果知道表姐夫这么厉害，该是什么表情？你是不知道，今天他们家一屋子都是明星，过2天还要参加婚礼呢。据说有很多直播平台，包括正规的电视节目都会现场直播。我哪知道他会是什么表情，但肯定很好看。今天他听说你小舅在叶枫那玩，气成脸都成猪肝了。要我说啊，你姨就是太固执了，但凡能圆滑点，也不至于闹成现在这样。可能这也是表姐夫为什么要第2次举办婚礼的原因吧。